新任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最快将于明天接替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第102任首相。石破茂的内阁人选都包含哪些人？他在阁僚选择方面都有哪些考量？石破茂还在当选总裁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强调，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日美关系，应考慮在美国设立自卫队基地。对此，美国能答应吗？石破総裁、椅子の座り心地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こんなもんなんですかね。初めて座りました。即将接任首相的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29号在电视辩论节目中宣布，将着手调整下届众议院解散及大选的日程，不排除在10月举行的可能性。虽然石破茂并未公布最终的人事名单，但据日媒披露，其内阁以及党内高层人选名单已经初步成型。据悉，前首相菅义伟或将出任自民党副总裁，由前任首相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是该党的传统。有消息人士表示，菅义伟已经同意。菅义伟虽然出任日本首相仅约1年，但他在那之前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长达8年，可以说是自民党内的百事通。日本共同社认为，石破茂通过启用重量级人物，可以稳定其薄弱的党内基础。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已经84岁高龄，显然难以胜任重要行政职位。此外，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或将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前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有可能出任财务相，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或将担任政务调查会长。而在这次总裁选举中获得最多议会票数的前环境相、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有可能出任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一般日本的这个新首相在人事任命上，在第一次的人事任命上呢，有2种方向，一种的话呢叫论功行赏，一种的话呢叫笼络对手。尤其受到日本媒体关注的是，在第1轮投票中风头压过石破茂的高市早苗。据悉，石破茂邀请他担任党内4大职务中的总务会长，但遭到高市早苗拒绝。针对有记者问起此事，高市早苗冷冷回答说：“我就当个普通党员，支持吧。”高市早苗最后是拒绝了，甚至说要拒绝所有让他入阁的这种邀请。那么实际上他是希望跟那个石破茂来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来为他将来在这个政治上追求更多的这个自由度来做一个铺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石破茂曾先后担任过日本防卫厅长官、防卫大臣。他曾将军事防务形容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酷爱收集武器装备模型，因此被日本网友称为军事宅。有日媒注意到，石破茂是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唯一一个明确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候选人。27号在当选总裁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石破茂再次強調，為了構建更為平等的日美關係，應考慮在美國設立自衛隊基地。合衆国において陸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がその持てる能力を最大限に発揮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訓練基地というのはドイツも設けておりますが、極めて日米同盟強化のためには有効なもの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石破茂在竞选期间还提出应考虑设立亚洲版北约。在27号记者会上，石破茂再次表示，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情况下，应考虑如何建立亚洲的集体安全框架。不过，这一想法也被美方泼冷水。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就明确表示，现在讨论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为时尚早。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科警告，建立亚洲版北约不仅不现实，在战略上也并不明智。他指出，亚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对结盟都十分反感。